好，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 Kobo Portal 的产品发布会，我是蒋长浩 ，Kobo 的联合创始人兼 CTO。那刚才沈宇给大家介绍了 Kobo 这家公司的使命愿景包括对行业过去几年和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的一些判断。接下来呢，我重点会介绍 Kobo 我们的产品，尤其是这次 Kobo Portal 的升级给大家带来的变化。大家知道 Kobo 就是我们这家公司的 To B 的业务，最早的起点是 Kobo Custody。那 Kobo Custody 最早的它的初衷是希望给企业用户带来安全的数字资产存储和相关的这种钱包技术解决方案。在过去几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呢，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也感谢用户朋友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所以我们的这块的业务一直在不断的扩张，覆盖了越来越多的这个行业和用户。在服务用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收到了非常多有价值的这个用户反馈，结合我们对这个行业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的一些判断呢，结合这些思考吧，最终形成了我们Kobo Portal 的整体的一些想法，所以 Kobo Portal 就应运而生。那 Kobo Portal 呢，它其实不光是一次产品升级，我们也把它定位成一次非常重大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全面的提升。它寓意着我们希望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数字资产存储和钱包技术解决方案。不管它是资金管理类的，还是基于钱包技术的应用创新和开发类的。那下面我来介绍一下 Kobo Portal 产品升级的4个核心的亮点，它们分别是首先是4个钱包一种统一的界面，其次是综合全面的数据看板，然后第3是灵活强大的风控能力，第4个是前所未有的开发者体验。首先介绍一下这个4个钱包一种统一界面是什么含义啊？就是Kobo Portal 首先它是目前全世界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能够集成4种钱包技术，并且提供在一个统一的这个托管平台和钱包技术平台下。那这4种钱包技术分别是全托管MPC 钱包、智能合约钱包和交易所钱包。那这4种钱包呢，它分别代表的是不同的这个私钥管理技术或者是数字资产的管理方式。我们在过去服务用户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这4种钱包呢，它们其实是适用于不同的用户类型或者应用场景，它们有各自的不同的优势和劣势。比如说全托管钱包的话，它是用户把私钥委托给 Kobo， 然后因此它可以使用 Web2 的这种交互方式，它的用户体验是最好的最简单易用的但是呢，它依赖用户要非常信任 Kobo， 而且 Kobo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承担了更大的这个安全责任压力。MPC 钱包呢，它是通过密码学原理把私钥分成多片多方共同管理，所以它可以去除单点故障但是 MPC 钱包它对客户的技术要求能力更高使用门槛也相对更高。然后智能合约钱包呢，它本质上是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的这种可编程性去实现各种钱包的管理的这种方式它的优势是它去中心化、公开透明，但是每一次使用智能合约钱包都需要在链上去执行合约需要消耗链上的 gas 手续费所以它的相对来说它的使用成本更加高并且现在基于智能合约钱包要想实现跨链的这种应用交互的话，也是有更高的这个技术门槛和障碍。那交易所钱包呢本质上是托管客户在交易所的 API key 在 Kobo，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 Kobo 帮助用户能够运用 Kobo 的各种强大的这种风控管理能力去帮助用户去更好的、更安全的去操作在交易所的存放的资金，这是它的好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说，这些资金存放在交易所的话，它是跟区块链的世界相对来说还是隔离的，它是很难去直接和区块链的应用打通交互。所以我们意识到呢，各种钱包它其实有各自适合的这个用户和应用场景但是
不同的钱包它目前的这种割裂的使用方式，给资金管理，尤其是给程序化的这种操作自动化的这种操作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障碍。所以呢 ，Cobo Portal，在 Cobo Portal 里面，我们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就是我们对各种钱包做了标准化的抽象，然后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界面，包括用户界面和程序的 API 接口就是都对它们进行了抽象的标准化，可以用一样的方式来去操作和使用各种钱包。通过 Cobo Portal 的话，那用户就再也他不再需要过多的去关注不同的区块链它底层的这个技术的差异，以及不同的应用场景甚至他不太需要关注这种在很多情况下，他甚至都不需要关注这个底层的私钥是怎么管理的它的这个不同的钱包类型它有什么区别，它都可以用统一的方式来操作甚至它可以根据这个应用和场景的需要，在不同的钱包之间来回的切换。所以如果你们比较了解现在区块链比较流行的像账户抽象account abstraction 或者链抽象 chain abstraction， 那么你可以把 Cobo Portal 的这个4种钱包一个接口理解成是一种 wallet abstraction。那第二点 ，Cobo Portal 的这个亮点是综合全面的这个数据看板的能力。我们在服务用户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其实用户他是有非常强的这个数据的需求，他需要及时的了解他的数字资产的总额、它的这个分布、它随着时间的这个变化的趋势，以及它在这个链上各种操作或者各种应用对这个资金的这个使用的情况。所以我们在 Cobo Portal 里面提供了非常综合全面的这个数据看板，可以帮助用户可以一目了然的去了解资金运用的情况，甚至它可以非常灵活的去定制，就是个性化的去定制生成各种各样的数据报表，可以下载。这里可以看一个快速的看一个简单的一个录屏，来了解一下这个数据看板的一些功能。然后第三个Cobo Portal 的这个强大功能，主要体现在它非常灵活、非常强大的这个风险控制能力。比如说，企业可以给它的这个企业内的不同的成员非常灵活地分配不同的权限或者不同的角色，甚至可以根据它的需要，可以自定义各种权限和分配角色。然后企业它也可以指定各种不同的风控规则，就是风控限制条件。比如说它在转账的时候可以设定白名单、黑名单限额限速，然后甚至可以自定义一些审批流。比如说这个 demo 里面演示的就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限额的这样的一个风控规则。它描述的是说，当用户转移这个特定的这个代币的时候，它的每一笔转账金额不能超过25000美金。如果一旦超过25000美金，它后续的这个动作就是自动的拒绝。然后企业也可以对它的甚至可以对它这个在平台上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关键性的管理动作去自定义的这种管理策略比如说像一些添加成员或者是修改风控策略呀，或者是安装一个应用等等，都可以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灵活的定制自己的这个审批流程。对，这个 demo 里面演示的就是说，它可以非常灵活的指定说，添加一个成员的话，它必须要所有的管理员里面有9个人里面必须要有若干个3个人要批准才能够生效。然后上面的这些风控策略呢，它其实都是在 Cobo 平台的这个风控引擎里面实现的，我们叫做链下风控。除此之外呢 ，Cobo 还提供现在目前全行业唯一的一套链上风控的解决方案。它本质上就是可以把用户描述的这个风控策略呢，自动的把它翻译成链上的智能合约，把它部署到链上。那这样的话，它这个风控策略在链上部署的话，它就具有更好的这个去中心化和透明性。比如说这里的这个 demo 呢，就是可以演示的是说，用户可以指定它调用某一个特定的智能合约。然后调用这个特定的智能合约的某一个合约方法的时候，可以指定非常细粒度的这个参数控制。这个某一个特定的参数必须要在等于某一个值，或者在某一个一开始预先设定的一个白名单里面。
那么这条风控规则它描述了以后，用户可以选择这个风控规则是在链下通过风控引擎去执行，还是把它编译到链上智能合约去执行。OK， 然后第4点的话 ，Kobo Portal 的一个很大的提升就是对开发者体验的一个巨大的提升。我们知道这个区块链它本质上是一个技术驱动的一个产业革命，所以开发者其实在推动整个行业进步、技术创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 Kobo Custody 到 Kobo Portal， 其实开发者一直都是我们主要服务的核心目标客户群体。帮助开发者能够更加高效的去提供安全、易用、可扩展的这个钱包技术方案，也是我们的核心目标之一。所以这次升级的话，我们其实是在开发者的这个体验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大家可能知道啊，就是 Kobo 其实我们是全球第一家推出钱包即服务 Wallet as a Service 的这个平台。我们在2019年就在全球第一个提出了这个概念。但是这一次 Kobo Portal 我们的升级，我们推出全新的这个 WAS 2.0。相对于 WAS 1.0呢 ，WAS 2.0呢，它有以下的一些主要提升。首先的话，就是通过一套标准的这个 API 接口，它可以统一封装了4种不同的钱包技术。就从这个开发者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只需要知道他只需要使用一套这个 API， 他就可以去使用不管是全托管钱包、MPC 钱包，还是合约钱包，还是交易所钱包，只是在参数上有所不同。第二个是这套 API 的话支持 OAuth 2.0 和那个 API Key 多种健全方式。然后在 WAS 2.0 里面，我们也是第一次的引入了大量的这个 Webhook 和 Callback 的机制，就可以支持非常灵活的这种监控区块链状态去自动化执行的这个能力，包括各种机器人程序或者甚至 AI 的程序都可以基于这个能力来提供。然后在 WAS 2.0 里面，我们也这次的这个 API 设计相对于 WAS 1.0 来讲，我们更加严格的遵守 RESTful 的这个标准和 Best Practice， 所以在包括这个 API 的描述，我们也是采用了这个 Open API Spec 的这种规范吧，所以来去描述接口。所以我们这次能做到通过一套规范，能够自动化的生成几十种编程语言的这个 SDK， 然后可以去通过这些不同语言的这个 SDK 去调用我们的API。并且我们也提供一些常用的这种开发者工具，像 Postman API Fox 这些工具上的插件，帮助开发者通过这些非常流行的这些开发工具来去调用我们的 API。然后在这次升级的时候，我们也提供了非常丰富详尽的开发者文档和文档的描述和一些示例。我们也提供很多这个前端的 UI 组件，包括一些命令行的工具，还有一些前后端的应用模板。帮助开发者快速的上手去基于我们的 API 和 SDK 去开发各种各样的创新的应用。然后为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个开发者的体验呢，在 Kobo Portal 里面，我们这次新增了一个开发者控制台的这样一个模块，或者这个板块，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的查看数据，可以配置 API Key， 设置各种各样的这种访问权限。调阅各种log， 包括 API 的调用 log， 还有这种 Webhook 的这种通知 log， 甚至它可以直接在这个控制台里面去调试 Webhook 和那个 callback 的这个实现。这个是那个控制台，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去触发一些 API 的这个一些 callback 的这种调用吧，这样可以帮助这个程序员可以尽快的去模拟各种各样的事件，然后可以去看到这个request 和请求的这个详细内容，提升他们的这个开发效率。那么下面呢，我们会通过一个1分多钟的一段视频呢，给大家再快速的通过 high level 来了解一下 Kobo Portal 这次产品升级的一些主要变化。
谢谢。那上面刚才主要给大家介绍是 COBOL Portal 这次升级的一些核心功能。那么在这次 Portal 升级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COBOL Portal 应用商店。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COBOL Portal 应用商店啊。便于大家理解的话，大家其实可以把 COBOL Portal 应用商店类比微信小程序或者是苹果应用商店。那么它的COBOL Portal 应用商店，它的目标是要就是打造一个开放的应用平台。我们希望能够引入各种垂直的应用场景，对各种垂直应用场景有深刻理解或者有资源的这种第三方开发者和服务的提供者，为 COBOL Portal 的客户提供各种垂直的应用。在接下来的2个月，我们将会在 COBOL Portal 里面应用商店里面陆续的发布5个应用那这第一批的5个应用呢，都是 COBOL 自己开发的。第一个应用呢是 Superloop 它是一个场外结算应用，它可以帮助交易团队把资金托管在 COBOL， 然后这个资金会自动的映射到交易所。那交易团队就可以在交易所先交易，然后再由交易所和 COBOL 再完成结算。这是一个场外结算的这个应用。那第2个应用呢是 Staking。Staking 的话就是可以实现质押和再质押。它可以帮助 COBOL Portal 的用户参与各种各样的质押协议。比如像 Babylon EigenLayer 还有包括各种，我们也可以通过和这个Figma 和合作伙伴一起帮助客户可以参与到各种 native 的staking 的区块链协议里面。第3个是 Invoice App， 它是由 COBOL 和57Blocks 联合开发的一个应用，它可以帮助企业用户发送和管理账单，并且通过 COBOL Pay 的这个支付插件，能够帮助客户去完成这个数字货币的收款。然后第4个应用是 Payout， 就是在过去 COBOL 我们其实内部使用一个我们自己开发的工具去发员工的这个数字货币的工资。那其实后来我们发现这个需求很多 Crypto 的企业也有类似的这种需要，所以我们也把我们过去自己研发的这个小工具也会把它放到 COBOL Portal 上面来去提供给 COBOL Portal 的这个托管客户。然后第5个应用叫 Reports， 它本质上是一个资产证明生成资产证明报告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因为我们有很多客户确实也提出来这样的需求，他们把资金托管在 COBOL， 他们希望 COBOL 能够帮他们出具一些资产证明的报告，然后给他们的这个投资人也好，或者给他们的用户去看。那么我们这个 Reports 这个 App 就是可以帮助用户可以自定义的生成他想要生成的这个资产报告。那上述的这5个 APP 呢，都是会由 COBOL 来开发但是它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更大的愿望是希望逐步的引入更多的合作伙伴来一起开发各种应用场景的这个垂直的应用其实我们想象一下就能想到很多这种非常有价值包括我们跟客户交流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客户提出来的这种需要吧。比如说像 OTC 的这种法币出入金还有抵押借贷数字货币的银行卡聚合交易商家的这个支付收款资产管理，还有 DeFi 的一些机器人套利工具还有一些财务后台，甚至还有一些KYC、KYT 的一些Travel Rule 的一些合规工具等等。所以未来呢，我们将会为开发者提供非常丰富的各种开发资源，包括文档示范，还有可复用的这种前后端的这个组件框架可以帮助开发者可以快速上手来满足整个数字货币行业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用户需求。那从开发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他们来讲的这种好处就是通过在 COBOL Portal 的这个应用商店里面发布应用的话，它可以快速的连接 COBOL Portal 整个生态里面的几百家托管客户，包括几十亿美金的这个数字资产然后合作伙伴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业务的特点和需要，非常灵活的去设计自己的收费模型去实现这种商业化。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可能还有一点对于有一些客户他有自己的这种开发能力的话，他甚至可以开发自己私有的这个应用，也就是说他这个应用只是他自己可见。那对于某些企业来讲的话，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在 COBOL Portal 上去结合自己内部的一些业务流程或者一些自动化的这种操作，去做个性化的这种功能拓展。
那最后在演讲的最后，我想引用 Peter Drucker 的一句话，就是预测未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未来。在区块链这个不断变化、日益创新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其实要保持领先，是保持在一个行业的前沿，是需要不断的创新。那在 COBOL 的话，我们不光是我们不是被动的去应对和响应各种变化，我们更多的是去预见未来的趋势，并且积极的参与塑造未来。所以这种积极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一直始终处于这个行业的前沿，也能够为我们的客户带来更好的工具和服务。所以最后我想再次由衷的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你们的信任，你们的信任和支持是我们过去一直进步的动力。未来我们也有信心和大家一起去推动这个行业的进步。谢谢大家。